Adidas RD0 Evo SL 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超轻的 RD0 Adios Pro Evo One， 中底是大家熟悉的 Lightstrike Pro 泡棉，主打减少能量流失，同时在支撑和回弹之间做到了一个不错的平衡。它不是一双竞速鞋，但定位是高性能训练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双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训练鞋，那就是 Adidas RD0 Evo SL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先跟大家讲清楚一下，我手上的这一双 Evo SL 是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自己购买的。在东京买跑鞋真的是比马来西亚便宜很多，这一双我才花了大概480马币就入手了，而马来西亚的售价呢，则是629马币。如果你想看我在日本是如何买跑鞋的话，你可以去我的频道内收回那支影片来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穿着之后的体验来分享的，内容没有受到任何品牌或外界的影响。讲到颜值啦，其实我以前呢会一直觉得 Adidas 的鞋子啊，无论是设计啊，或者颜色啊，或者线条呢，都不是我所喜欢的。不过自从 Evo One 和这一双 Evo SL 推出之后呢，我真的是彻底改观了。那时候我一去到东京旅行的时候，一看到这一双黑色搭配红色线条的 Evo SL 的时候，真的是被它的外观电到了，马上的就入手带它回家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双鞋子走的风格呢，其实是很简洁的黑色配红色，中底是一体成型的设计。设计的灵感呢是来自顶级竞速鞋 Evo One 的中底结构。那有很多小细节呢都做得非常的精致，像是鞋带的鞋孔的包边啊，还有后跟的这边呢有一片的反光片啊，带有一点炫光的效果，质感非常的不错。在鞋面这一方面呢，它采用的是工程网布，透气性真的是不错，即使长距离跑下来，脚也不会觉得闷热，散热的效果是可以说是蛮不错的，尤其是在大马这种天气，鞋面的透气性更加的重要，穿起来比较舒服。那在尺码这一方面呢，我建议拿平时穿的尺码就可以了。对于我这种脚偏阔的人来说，这一双鞋子的鞋楦呢是属于偏阔的，也不会磨脚，也不会太紧。那跟我的这一双 Adios Pro 4呢相比，这一双 Evo SL 的宽度呢就明显的宽一点，这一双 Pro 4的就特别窄一点，所以我这一双 Pro 4拿的尺码呢是大半号。那这一个呢是 UK9， 这个是 UK9.5。Evo SL 的尺码呢就非常准确 UK9， 那这一双 Pro 4呢就需要买大半号。那这一双 Evo SL 的前脚掌包裹感没有那么强，刚开始穿的时候我还担心我的脚会在里面呢不稳定或者滑来滑去，那实际跑起来呢是完全不会的，还是很稳的。中底方面呢，这一双 Evo SL 用的是大家熟悉的 Lightstrike Pro 泡棉，整双是全掌配置的，回弹跟缓震效果都不错，而且它的中底厚度，后跟是39mm， 前脚掌是32mm， 那坡差就是7mm。虽然它用的是和 Pro 4一样的 Lightstrike Pro， 但是脚感其实有一点不一样，它没有接近 Pro 4的那种柔软或者顺滑感，反而更加接近 Adios Pro 3的脚感，整体偏硬了一点，跑起来会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反馈感。那这一双鞋子的中足位置呢，还有加上一小块的尼龙稳定片，用来增强抗扭转的支撑力。只是这一双鞋子呢是没有碳板或者碳柱的，所以推进感就不会像竞速鞋那样强，刚性呢也相对来说会比较柔一点。我自己在一场25公里的 LSD 实测里面呢，整场的配速都算蛮稳定的，特别是后半段还能感受到这双鞋子帮助你推进，支撑感也够，不会有像那种软脚的感觉。重点是这一双鞋子虽然它的中底是39mm， 然后它是属于训练跑鞋，可是它真的是非常轻。我这一双 UK9 的尺码呢，单只大概是230克左右，穿起来几乎没有什么负担，也非常适合拿来拉强度或者做 tempo run 之类的训练。大底方面呢 ，Evo SL 用的是 Continental 的橡胶，整体的表现还可以，但说实话来说，没有我预期中的防滑。那我也有穿过 Adios Pro 4，同样搭载了 Continental 的橡胶，加上它有 Light Traction 的大底，无论是防滑或者耐磨都会比 Evo SL 来得好。Evo SL 的抓地力呢，在一般的干地路面是 OK 的，不过在湿地上就可能没有那么稳，有时会觉得有点滑。接下来就说说我自己的试穿感受。上一次我的长距离训练的时候呢，穿这一双鞋子 Evo SL 总共跑了大概25公里，路线包括一些上下坡，也算是一个蛮完整的测试。
刚开始慢跑的时候呢，就能慢慢感受到这一双鞋子的中底 Lightstrike Pro 泡棉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呢，就是不会一踩就陷下去。这一双鞋子呢，它和 Adios Pro 3用的是同一款的 Lightstrike Pro。脚感就偏硬一点，比起 Pro 4会稍微硬一点点。不过虽然没有碳板的加持，或者是没有碳板碳住在里面，可是弹性还是有的。落地的感觉呢就不会死硬的那种感觉，跑起来其实也蛮顺的。那我觉得这一双 Adidas Evo SL 呢是比较适合拿来做慢跑的。我的慢跑的配速大概是5分钟左右。那天跑到第10公里，把配速提到大概4分20秒的时候，小腿和脚踝呢就会有开始一点的累，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碳板来到帮助你推进。不过这个也让我意识到，其实也不能太依赖碳板鞋。跑步最重要其实就是靠自己的双脚。整体来说，这一双鞋子就没有像那种竞速跑鞋非常激进的推进感，比起推你一把，它更像是陪你一起完成。那它的回弹感呢，是属于比较温和的、舒服的，非常符合我们平时的日常训练。在你穿起来这双鞋子的时候，脚感也非常的自然，前脚掌落地的时候不会闷，不会硬。这一只前掌起翘点呢，也稍微往后离了一点点。急速的时候滚动性会更加的顺，跑起来也更加的轻松。这一双 Evo SL 的鞋舌这一部分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它鞋舌是属于比较薄的。刚刚穿上的时候呢，系上鞋带的时候会有感觉一点勒脚，而且跑起来之后呢，它的鞋舌会慢慢的往前滑，然后跑到一半，可能你还需要停下来拉一下你的鞋舌。这双鞋子的后跟方面呢，稳定性就比较一般一点，特别是在跑下坡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明显。脚踝呢就会比较吃力，要自己多出一点力去稳定，支撑感可能也没有那么强。我本身觉得这一双鞋子 Evo SL 特别适合配速大概5到6之间的跑者，无论你是中掌还是前脚掌落地，穿起来都会特别的舒服，落地感也很顺。不过如果你是后脚掌落地的话，可能你的脚踝的力量就要特别的强，才能驾驭得好。我觉得这一双鞋子拿来做 tempo 的训练也不错，像是5公里到10公里的节奏跑，或者是半马的备赛，鞋子的轻盈或者推进感都表现得非常的好。平时的慢跑训练其实也没有问题的，跑15到25的 LSD 缓震其实是蛮够用的，跑久了也不会太累。那如果平时想穿去通勤或者逛街，其实都可以，看你自己的喜好啦。我个人觉得它的颜值真的是不错，而且还有非常多配色，白色配红色啦，白色配蓝色的线条啦，所以很多的颜色给你选择。然后它又轻又透气，然后这双鞋子也没有碳板，所以走起路来也非常的舒服，完全没有压力。可是这一双鞋子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在马来西亚货源实在是太少了，然后也非常的难买，所以上一次呢，我去东京旅行的时候，看到这一双鞋子，完全没有犹豫的就入手了。你要在马来西亚买这双鞋子，真的是要拿来抢的，而且它来货也非常的慢，也非常的少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 Adidas 的官网看到这双鞋子开卖的时候，就马上买下来吧。总结来说 ，Evo SL 呢是一双非常适合日常慢跑或者训练的跑鞋，轻巧又透气，包裹感也不错，特别适合半马以内的配速训练。跑得快又好看，颜值更加是无话可说。平时穿出门也非常有型。如果你想要找一双不用靠碳板，但是又能提升跑步体验的鞋子，我觉得你应该要给它一个机会。那今天的开箱体验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